蜜，守护你的健康。记得点赞关注哦。2,500 Chinese citizens were asked one simple question: Do you want war with Taiwan? 86% said no. They want cultural exchange, not missiles. People who say never use force just crashed 13 points in 6 months. Something is push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off a cliff, and it's not just Beijing. 81% of Chinese citizens support limited military action on offshore islands if Taiwan declares independence. But only 32% support a full-scale invasion. That gap is everything. 23, 55% backed all-out war. Now it's 32. Support for total war nearly cut in half. But the gray zone, limited strikes, economic blockade. "91% of Chinese people consider Taiwanese people their friends, the warmest rating of any neighbor. Yet only 44% feel the same about Taiwan's current government. Chinese citizens are ready to endure economic pain to fight back against American tariffs. They've learned from 2025, rare earth restrictions are their weapon of choice, and they're not afraid." The real question isn't whether China wants war. The data says most of them don't. The real question is, who keeps shrinking the space for peace, and why? 2,500 voices from across China just told you the truth. Are you willing to listen? Tune in to tonight's live stream to find out. 美国脐橙的果皮特别好剥，这样挤出来的汁才够新鲜。美国脐橙，美味又营养。晨间苏醒，这厚实白蜜，初尝微苦，回甘却竟是这般温润。深夜微醺，这膏状白蜜遇上乳酪，哇，这大人味的层次是绝配回甘。换季的金钟罩，这金黄双重花香温柔守护我的状态。平凡晨间，因你这金黄费蜜而生动，两重花香在口中交织。清凉下午茶，拌入清甜果香的荔枝蜜，1秒消暑寻一口，天然轻盈。一时金黄荔枝蜜，沙拉佐香四溢，不甜腻。忙了一整天，用这浓稠白蜜，把忙碌都融化在茶香里。冬季温补，融入这膏状白蜜，银耳汤多了圆润的厚度，微苦回甘，深度滋养。浓厚细鲜奶茶，龙眼蜜，浓郁炭焙香，是无可取代的灵魂伴侣。周末早晨，这一抹琥珀蜂蜜诱惑，浓郁炭焙甜，太幸福了。记得下单蜂蜜蜂蜜，守护你的健康。记得点赞关注哦。2,500 Chinese citizens were asked one simple question: Do you want war with Taiwan? 86% said no. They want cultural exchange, not. 妈又忘了开那个，今天直播就要开始啦。那我可以先做一些预告啊，各位，你今天呢在我们的讨论区一定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没有，这个民调有问题，这个资料不是这个很好笑。我觉得因为不符合意见，我就觉得很好笑。各位，不管你是台湾的网友，还是对岸的网友，或者全世界各地的网友，
过去几年我们早就看这个民调看多了，所以民调各种各样可能的东西我们都看习惯了，什么东西都看过了。民调的题目造假，民调的内容造假，民调的模式造假，这温拢看过啊啦，我们都看过了。所以这一份民调呢，我仔细检查过它的内容、它的做法、它的结果，那各种各样，我们来一条条跟你拆解，一条一条跟你说明。那你就要这样好好的干。那我是不管啦，我这样讲啊，你各位自己智商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一篇民调跟他后面的分析啊，让我看到很多的东西是原来很多东西跟我们想象的都完全不一样，都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你看他妈你就智障嘛，晃0401说你必须要说一下前提，台湾大部分人都想独立，干你娘嘞！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民调了？你什么时候看到台湾大多数人都想独立了？操你妈！我今天就知道会遇到很多这种愚蠢的大陆人，他妈的翻墙出来，得到一个结论：台湾大部分人都要独立，所以我们应该要干嘛智障，好不好？真是的，丢搞！妈的，你不骂还不行，他就觉得干真的是对的，对你妈鸡巴干，真是有够北蓝。我没有敏感，我跟你讲，我生平最恨智障，我生平最恨这种愚蠢，连自己都被你他妈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连你都被民进党骗，诬告北七干，连这样子都被骗，你他妈你们共产党丢不丢人呐？教出这种智障，我为什么要在台湾敢提统一？干你娘！我在台湾每天看 A 片，我也不敢在街上大喊看 A 片呐！白痴！晃0401，我他妈骂就是你，智障！自己人是中国住的公民，结果他妈听民进党的，诬告北七嘞！你看是不是智障很多？有没有？但没关系，我们今天专治智障，我们今天专说。没有数据就他妈你以为，那你跟民进党有什么差别？你跟那些最蠢、最低贱、最下三滥的那些青鸟有什么差别？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一样。我告诉你，你看是不是妈丢搞讨给得赛？那所以啊，来，我先告诉你。这个数据，我等一下会跟你分析的是2026年3月，美国卡特中心跟 Emory University 联合发布的民调。联合发布的民调，我先直接告诉你，这个东西发表的针对对象是2506名中国大陆的成年人，横跨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而且他提供的视角很惊人。什么叫做惊人？在这2年哦，中方对岸的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不降反升，高达86%的人支持加强文化交流，81%的人支持深化经贸互动，而全面武统。支持率只有32%，但是不对，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如果只看这些数据啊，我他妈就跟民进党跟青鸟一样智障。你要看原因，你要看原因跟背后暗示的目的，你懂得才比别人多。各位，我还是要讲，我们这边的观众呢，我其他不敢讲，他妈我们的素质水准就是比别的平台要高。别的平台，你看晃0401。那智障干，你还在那边在提仇中，仇你妈逼啊！你民进党员是不是？妈的白痴！来，你看 Chris Seeker 说上升这个问卷的问题设计有问题啦，他妈的，
是你因为不同你的意，你就觉得有问题，这个叫科学吗？这个叫理性吗？哎，共产党是注重科学理性的，你要不要回去？你要不要回去干好好的读读书？来，我这样讲，但是这个数据没有这么多，他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认为在任何状况下，任何状况都不该动我的比例，在短短6个月内，因为他是做了2批的民主，那2批的民调，6个月内他就从51%暴跌到38%。我们今天要讨论是什么原因加速中国民意的鹰派化？什么叫鹰派化？就是原来在6个月前说任何状况都不应该动武的人超过一半，51%，但是过了6个月之后，忽然之间认为任何状况都不该动武的比例降了13%，一定有原因吧？是谁在让整个舆论、在整个公共场域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鹰派？来，章回定场诗先来，炮口未鸣，民意先，13分差问青天，臣同胞言何统？谁把善意换狼烟？来，我们今天的目标先跟各位讲，我说过我们专做兵推，我们专看智库的资料。如果台湾的政府到现在还死咬的不缺电，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把全世界所有智库的资料统合在一起，我直接算台湾这些武器、铺路爪雷达、10万台无人机所消耗的电力，我算给你看。到时候打仗的时候有多少电力可以提供给这些飞弹跟雷达，你能撑多久？数字一翻两瞪眼吧。各平台抖内都算了，我不管你在哪边抖内，反正到时候我会统一计算。骂完网友之后，我要先跟大家打招呼，各位晚安，我是周学恒。今天呢这一集，我保证让很多人不舒服，我保证让这个很多人不舒服。你也不用提什么这个，哎呦，我知道这个机构为什么能够做民调，我告诉你，我都想到了，你会提出来的问题。我都想到，我都有答案。你就都马得古拉塞，你就等一等，等我讲到，不急。顺带一提，中间有广告，要看看广告啊，好不好？那这个题目肯定让很多人不舒服，不舒服不是因为它危险，是因为它挑战你的预设立场，它挑战民进党的预设立场、国民党的预设立场、中间选民的预设立场、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的预设立场、共产党的预设立场。你低阶的党员，你可能预设立场都跟这个民调不一样。他的题目，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是什么？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到底想不想要打台湾？你听到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大概就3种。第一种，大家想讲，你看解放军每天飞机绕台，绕。第二种，中国人都是被洗脑。你觉得他们民调能信吗？第3种，管他想不想，习近平说了才算。你们帮忙，中国内政部有民调社会舆论趋势中心嘞，你还在那边讲民调就是诈骗，干！你跟习近平讲啊。来，我们等一下每一个都会处理，每一个都会说明。但我先跟你讲结论，2026年3月呢，美国卡特中心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创办那个非营利组织，跟这个 Emory 大学的政治学系联合发表了一个叫做中国民意脉动，叫 China Pulse 大规模民意调查。这个调查不是随便在微博上发问卷的，它是用配额抽样，涵盖了中国的6大区域，年龄、性别、地域都照人口比例配比，2506个有效样本，中位时间完成将近17分钟，也就是它大概要16.9分钟才能填完这个资料。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中国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在最近半年反而上升了，我也觉得很奇妙，但没关系，我们等下会讨论这个背后原因。从57分，就是他问了一个满分100分，然后你对台湾的好感是多少分
57分升到62分，86%的人支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81%的人支持深化经济合作。你不用讲啦，什么还是不了解大陆民调？干你这个蠢货！妈，不要怪我骂你。党同意、愿意让你做的民调，你觉得会违背党的意志吗？那你当然要解读里面党到底有什么立场，和什么机构能够让党同意做民调。我们连这个都不懂，鸡巴嘞！他妈卡特中心为什么有这个特权？你以为吗？卡内基中心可以吗？雷根中心可以吗？克林顿中心可以吗？不行，因为卡特是重启中美外交关系的人，他有这个特权，他身后留下来的公司有这个特权，有基金会有这个特权呐、你看到没有？几个妈白痴 ，Kevin Taylor 说：“干，你懂不懂？这种民调就是找大学生做恩当兵的。”哎，干，你不要来侮辱我的智商，好不好？你智商只有那么高，不代表我也是啊。你做出这种结论，你有没有做功课？你告诉我，你哪里看出来这个民调是针对大学生跟当兵的？你知道他的年龄层都有分布吗？6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分布，男女都有分布，是怎么样？你觉得有就有哦，妈的五个北七，来，真的，我们继续往下讲。同时，这一份民调，我刚说了。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对台湾动武的比例，在6个月内暴跌13%。我跟你讲，这两个数据本身互相冲突，什么意思？一边是好感度上升，一边是不动武的底线在崩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逻辑上怎么可能？那个答案就是这一天的核心，你看到没有？妈，青鸟在这边跟妈小粉红打成一团了，看了就开心。来，我们的答案很简单，不是中方变得更恨台湾，是他们的耐心正在被消耗，而消耗他们耐心的不只是北京的宣传机器，还有台北某些人，因为这些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我在讲民调，你跟我讲你身边95%的人干。以前最好笑的是，有人说根据我们宿舍的调查呢，我们有3%的人支持今天晚上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宿舍4个人，有3个人支持，所以叫75%。哎，各位讲科学好不好？拜托，讲智商，讲你的学历。来，我先帮你搞清楚这个调查到底是什么来头，免得等下有人说这是中共外宣，或者 CIA 操盘，或者妈这是花钱买的。卡特中心的名字呢，叫做 The Carter Center， 是1982年由美国前总统 Jimmy Carter 夫妇呢跟 Emory 大学合作创办。他是做什么的？他是调解国际冲突，推动民主人权。疾病防治，如果你有在关注国际选举观察，就知道卡特总统他遗留下来这卡特中心在国际选举观察上很具权威性。他们底下有个专案叫做 China Focus， 叫中国焦点。从2024年呢开始跟艾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合作，启动了这个叫 China Pulse 的半年期调查计划。好，你乖，好，你都叫泥腿子了，你觉得除了工地农民工之外，你可以接触到很多白领吗？我们先讲，不是，我不是要讲你是白领，所以听到的不对，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我有很多接触不到的人啊，你叫我去中南部种田，我也不行。可是我们来看看调查的数据，好不好？我们接触不到，有别人接触得到啊。那一个叫刘仪伟。这个是研究团队里面在卡特中心做了25年以上，专门研究中国基层选举跟美中关系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成员。另外一个叫 Rena Sexton， 是莫里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做量化冲突研究。花妹爸爸，2000多份样本也太少了，这代表你没有学好统计学。
当目标超过2万人以上的时候，1000多份就够了。这里的2000多份已经 overqualify。如果你不懂这件事情，我建议你回去读点书。好，那没关系。然后这个 Renard Sexton 呢，他在2022年到23年呢，通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奖学金哦，在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中国与台湾单位当过资深顾问。你干你娘！我妈坐牢才1年呢，你说我坐牢坐太久，你有失明德是不是？操你妈！我现在看的资料是你全家加起来的10倍啊！来，我们慢慢讲，我有耐心陪你说，但是请你自己有多少智商，不要拿来衡量我做的功课。也就是说，这个调查里面呢，有人是真正在美国对台军事决策系统里面待过的人，他不是象牙塔的学者，他知道这些数字在五角大厦里面的人会怎么解读。到目前为止 ，China Post 有3波数据，第一波是先导波，2025年7月到8月，1428个样本，又来校正问题措辞。为什么？因为他很严格，就怕你们讲的说是妈的问题有陷阱啊，到处在骗人。第2波才是正式民调，第2波正式民调的第1波是在2025年的10月27号到2026年的1月1号，2506个样本。另外一份我们也把它拉进来，我知道你会说一个单位不够，要多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几乎用了3角定位。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这是一个专关心国际趋势的委员会，他委托 NORC 执行的电话调查。2025年4月25号到6月16号，有1002个样本。这3波加起来，你有一条从2025年春天到2026年初的中国民意轨迹线。那好了，各位一定会有人说，中国的民调能信吗？哎呀，大家不都自我审查吗？这是个好问题，我直接回答你，在威权体制下做民调确实有困难，受访者可能在敏感问题上会往政治正确的方向靠，但问题是，如果自我审查的效果很强，你预期看到的是一面倒支持武统，对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代表即使在社会压力下，中国民众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不想打的真实偏好，因为这是可以修正的。Brookings 呢，就是纽约布鲁金斯学会分析讲得更直白。如果北京的民族主义宣传真的那么有效，加强压力准备武统的官方风向应该会反映在民调上。但数据显示，中国人对于台湾的好感度是所有邻国里面最高的。对啊，他当然很讨厌21%的人，他给日本的分数是21%，给韩国也不高，然后东南亚整个地区都是，但是给台湾人的分数很高。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宣传机器的覆盖率比你以为的低。甚至我要提出一个正反合的议题，会不会你各位以为的北京民族主义的宣传已经在修正方向，也就是可以打，但没有那么急，我们再往下走，好不好？我们再往下走，来。你知道的，刘一伟就是卡特中心的中国焦点资深顾问，他特别说，这份民调重要的地方是在了解普通中国人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至关重要，很少有研究能真正捕捉到中国民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妈的，我的YouTube 又再度 memory overflow 了，是怎么样？我们这边耗特别多 memory， 是不是？来，所以我要这样讲，我们今天呢，你要说是以管窥天，我不否认，
但是我们要用科学的管窥科学的天，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了。来，什么结果呢？我们继续往下讲。我知道刚已经有人问了，我说你等等，等我讲到这里来，没关系，我现在终于讲到了，你要听一听什么嘞？中国做民调，中国会容许吗？这不是假数据吗？哎，你等等，你等等，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拆开来，一层一层讲清楚。第一层，这份调查是怎么物理执行的？Len Big 说根本不懂，苦苦其谈，偏偏台湾人，你错了。你如果觉得我讲东西你听不懂、听不下去的话，那是因为你智商低。我根本不要浪费时间去说服你。你对岸的高层是不是这样想？跟你一个屁民觉得怎么样？那是差别非常大的。我告诉你，我今天讲的才是真相。啊，你不信，妈干我屁事吗？我怎么能救你啊？愚蠢！来，所以我们要讲 ，China Post 用的是什么方法呢？These are digital service similar to Qualtrics contracted through a Chinese marketing company， 也就是，这不是卡特中心自己派美国人跑到中国去街头访问，这是透过一家中国本土的商业调查公司，利用既有的受访者面板，你知道那种模式，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知道啦，就是有一些民调公司，它会收集一个完整的contact list， 里面有各种各样身份、各种各样年龄、各种各样的背景跟职业的人。那甚至有一些是农民 A， 受访要给10块钱，但是白领 B 呢，受访要给200块人民币，连价格都不一样。那这个民调的背景数据呢，是那些已经注册、愿意接受商业调查的庞大 survey pool 用户池来进行数位问卷。你每天滑手机收到的什么填问卷赚红包啊，抖音也有嘛，对不对？背后用的就是这种面板。对岸有大量的商业调查在经营这种业务，什么问卷星啊、腾讯问卷啊，各种市场研究机构，他们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帮品牌做消费者调查。你喜欢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你今天打算买车吗？你要买比亚迪吗？你不要买比亚迪吗？还是你想要买理想是吧？还是蔚来？ China Post 呢本身是搭在这套商业基础设施在跑。问卷本身问的是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态度，它刻意不碰中国国内政治。你在里面不会看到什么你支持习近平啊，你觉得共产党好不好这些问题。第一个，这是第一个能在中国体制内存活的原因。另外一份，我们再拿另外一个调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委托 NORC 执行的那份。NORC 是什么？ NORC 是芝加哥大学附属的非营利研究机构，1941年成立，做了80多年的调查研究。美国最重要的那些民调 AP 啊、美联社的民调啊，综合社会调查，盖洛普是不是 GSS， 很多都是 NORC 执行的。来，这个调查，它的这个调查跟我们前面讲 China Post 用的方法不一样，它是手机电话访问 CATI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由母语为普通话，而且受过方言训练的访问员，就是他搞不好比豆包厉害，电话打过去，东北大爷接电话，你要能跟他沟通啊。那这个随机拨号的方式打手机有1002个有效样本。什么叫随机拨号？就是 NORC 根据中国手机号码的区号跟前面的资料随机生成末4码，他们不知道会打给谁。这种方法能穿透自选样本偏差。我看一下，辉笑说我家里10口人根本不讨论台海问题，
干我们不是就跟你全家人不会吗一起讨论 A 片一样，我们不是日常生活议题，好不好？那我再继续往下讲，但是我们可以从那民调看到大家心里或者有空的时候怎么想，这个才是科学有意义的原因呢。那这种方法可以穿透自选样本偏差，因为受访者不是自己报名的，我不是说我要赚钱，而是被随机找到的。所以呢，如果有人来问，你在中国有人来问说，你对台湾跟美国的看法，你不会怕吗？你不会往爱国方向讲吗 ？Land big 啊，我是为了你这种蠢货，我他妈才要解释这么多了。不然你告诉我 CATI 是什么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是什么小？你他妈连这个都不懂，还要在那边抱怨？来，没关系，我今天呢，服务性格偏偏非常高涨，我他妈愿意为了你这种蠢货继续往下解释。来，接下来要解释为什么偏好伪装问题，这些人说的是真话吗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在中国季刊里面2024年发表了一篇重量级论文，题目就叫做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中国公民是否在调查中隐瞒对中共的反对意见？英文叫做什么？Do Chinese citizens conceal opposition to the CCP in service？ 中方的公民会不会在电话调查里面隐藏了对中共的反对意见？研究者是南加州大学胡佛研究所跟团队做2波调查研究，这是可以用数学筛选。他们的结论是没错，没错，中方的受访者呢确实会偏好伪装。他们会做这个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他们会高估对政府的支持，问你支不支持8成支持，问你反不反对2成反对。一个跨21个研究的原始数据分析显示，受访者平均会高报14个百分点的政权支持度，也就是这可以扣出来的。这对于哈哈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回去读你他妈的统计学。2506人已经100%够分析超过2万人以上的 model 了。看书都不读，他妈的，你的数学是什么？街边猪肉摊贩子教你的吗？算好，来等等，这个意思对 China Post 这个民调说，注意看哦。如果中方的受访者倾向于往政治正确的方向回答，那么在台湾问题上，什么叫做政治正确？是支持统一、支持动武、反对台独。也就是说，在这个系统里面，如果存在偏好伪装效应，就他假设我们要说党爱听的话，它会让支持动武的比例被高估，而支持和平的比例被低估。但是 China Post 告诉你，即使在这种压力下，86%的人还是偏好文化交流，81%的人偏好经济合作，全面武统的只有32%。如果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好了，各位都说吗？党说话，大家一定说假话，或者大家不敢讲。好啊，干什么？大家说出来假话，跟你以为我们的立场不太一样。那我们就算扣掉14个百分点的伪装效应，那么真实的全面武统支持率可能只有18%到20%，这个我也不相信啊，这个我也觉得太低啊。所以，如果照你各位以为那个逻辑，我们用你的逻辑来击打你的逻辑嘛，除非你的逻辑又是你家宠物教的，干怎么喷的满地都是没有卫生纸，唰塞。那所以China Post 的数据如果照你这样说，它不是太乐观，它是太保守了。
真实的中国民意可能比这份调查显示的还要和平。但反过来看，反武统从51%跌到38%这个趋势，即使有伪装效益，趋势方向是不会反转。你看趋势是对的，也许那个数字不是100%正确，因为伪装效应是一个常数偏移。所以你看那个 LL Ray 957说全国人大代表也才2897人，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到。那结果你告诉我妈2509个人，数字不对，你敢执行党的人大代表是不是？来，我们要这样讲，趋势是没有逆转，也没有办法说谎。如果两波调查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伪装环境，偏移量大致相同，趋势的变化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中方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和平，但他们确实也在变得更不和平。两件事同时为真。再来，我要回答一个关键的。在我回答这个关键的时候，妈还破千呢。我们最近很久没破千了。来，北京为什么会容许这一份报道？为什么会容许这份报道？你注意哦，事出异常必有妖，而北京容许这份报道，你各位还在说这份报道有问题，你是不是跟党作对啊？但是不对了，这个问题问反了，不是北京容许卡特中心做调查，而是第一个，卡特中心呢跟中方的关系非常特殊。卡特总统在1979年，干这个水太多了，妈拨不开。顺带一提啊，这是我们这次在带货的美国脐橙的1箱20个，我个人靠着它还有丰裕蜂蜜度过了这一次的感冒危机。各位，如果你也担心要感冒，赶快下单，我们下个礼拜会赶快出货，让你在春假之前可以收到蜂蜜，可以快快乐乐的躲开蜂蜜，对不起，躲开流行性感冒，为你创造一个防护罩，不然你就剉赛嘞。干我2天前有一点流鼻水，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吞蜂蜜，中午吞蜂蜜，晚上吞蜂蜜，现在果然好多了。所以要请各位建议，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来，第一，卡特中心跟中国的关系非常之特殊。卡特总统啊，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访问中国超过10次。卡特中心呢，从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推动基层选举观察，跟民政部有合作关系长达15年以上。我说没记错，民政部也有对社会趋势的调查。在所有美国的 NGO 里面啊，卡特中心在中国的信任度是最高的，因为它有卡特这个名字背书。第二，这份调查呢是透过商业调查公司用既有的系统执行的。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这跟一般的市场调查在技术上没有区别。调查问的是你怎么看美国？你觉得台湾重要吗？这不是敏感的国内政治问题，而是外交态度问题。中方自己政府也会做类似的民意监测。第三，也是最微妙的一点，这份调查的某些结果对北京是有利的，86%支持文化交流，80%认为统一会解决历史问题。这些数字完全符合北京的合统叙事。如果你是中方政府，你不会去封杀一份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爱台湾、不想打仗的调查吧？真正让北京不舒服的是那些北京不想让你看到的数字啊，譬如说全面武统只有32%，使用武力只会让情况更糟，有50%同意。这些数字对北京来讲不方便，所以这份调查的处境其实很微妙，它对北京既有利又不利，但是北京选择目前不去动它，而你各位有很多人还在那边讲我懂党，我比习近平还要爱党，我一定马上冲第一线。不好意思哦，基本上
中国共产党能够让现在的中国爬到世界制造业领先的地位，不是纸糊的哎！你在那喊打喊杀，他如果跟你一样没有战略定力的话，中方怎么会撑到这么久？所以，我们先跟各位说，事出异常必有妖啊！这份民调真正的特点，我等下会慢慢解释，因为它既是中方允许、中方乐见，又是中方不完全支持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给你看到是战略定力啊，不是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喊打喊杀的傻逼的那个立场，这个是党同意的、党立场的出来的结果，然后他跟卡特中心合作。刚有网友问啊，为什么我出来之后基本上很少请来宾？对不起，我还是要在这边明讲，不是我不请，是来宾不来。那至于来宾为什么不来，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蔡正元博士平常是多么挺蓝白，多么认真努力的对抗赖清德政府。请问他入监的时候有多少立法委员送他入监？疾风知劲草，反荡事中臣。那所以我就不讲了，我们自己做也没有差的，好不好？所以刚刚的问题我又要再解释了，那为什么2506人能代表14亿中国人吗？你的直觉反应是说，怎么可能？12亿人，你问了2506个，这比例小到连零头都不算。但统计学反直觉的之处就在这里，对啦，都好，你都在会期啦，我都知道了，你就多讲，好吧？你开心，你相信就好。那统计学反直觉在哪？你去体检抽血，护理师抽了一管，你全身大概有5公升血液，那血管大概才5毫升1/1000呀，1/1000，医生不会说这个血管太少了啊，这血管太少，这里面血太少，不能代表你全身的血液状况。为什么？因为你的血液在全身循环，每一滴血的成分基本一致，只要抽取过程是科学的，一小管就能够告诉你白血球、红血球跟肝指数。民调的逻辑呢是一模一样的，统计学呢有一个基本定理，所需的样本数取决于你要了信心水准跟误差范围，而不取决于母体人口的大小。一旦母体超过2万人，你需要的样本数就不再随母体增加了。你要达到95%的信心水准，正负3个百分点的误差，不管母体是300万人还是14亿，你的至少需要1000到1100个随机样本。你各位，你如果有钱，你自己去做民调，我保证你出钱，你在北京做个民调，说台湾不接受和平统一，你支持武力统一台湾吗？你看北京当局让你做，白痴！各位，身为屁民呢，就要像我一样，好好享受屁民的乐趣，就是我们要去解读那些高来高去的理论跟报道，而不要自己想，我如果做个民调怎么样？我如果怎么样？你对了，你开心就好，好不好？你在家里做梦，每一个人都说，这个Amy 女友我超赞的，但轮不到你，好不好？你既出不起那个钱，也睡不到那个人。来，美联社跟 NORC 合作的全美民调，覆盖3.3亿美国人，通常只用
1000到1200个样本。Pew 研究中心的调查也差不多，但是这些调查通常都精准预测选举跟政策走向。China Post 用了2506个样本，这其实已经比很多美国主流民调的样本还要大了。好了，各位，你觉得民调不科学，不要相信，你也不要去做体检了吗？你的民调相信的逻辑是抽的血不够多，对不对？那你下次去体检的时候，叫医师把你的血抽干，好不好？这样才有代表性，不然就乖了。来，别这么说。来 ，Morphine 更好笑，说民调没什么意义，民意如流水，被政客随便抄。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政客吗？有哪一个人可以说他可以操纵民意？他说他可以吗？后天就去秦城监狱了，好不好？读点书啊，干，受不了。来，问题不在样本数，问题在抽样方法。China Post 的唯一挑战是，它用的是 quota sampling， 叫配额抽样。不是简单随机抽样，简单随机抽样叫 simple random sampling， 差在哪里？简单随机抽样就像抽血，每一个人被抽到几率是已知而且相等的，这是统计推论的黄金标准。你去问民政局、民政部啦，他妈你在那边讲他妈民调不可信，你去问他党的民政部做不做民调？读点书好吗？你以为共产党不用科学治国？他妈就你几个泥腿子、农民工在那边言议政论，然后就得到答案吗？当然不是。所以简单随机抽样，每一个人抽到的几率是已知而且相等的，这是统计推论的黄金标准。Nork 那份电话调查比较接近这个，因为它用随机拨号。配额抽样是你先设定我要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多少华北、多少华南、多少年轻人、多少老人，然后让调查公司去填满这些配额。它保证了样本的人口结构长得像全中国的人口结构，但问题是每一个配额格子里面被选到是半随机的，取决于谁在面板里，谁愿意填问卷。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系统偏差。愿意注册系统调查这个界面的人，通常是有智慧手机、有一定教育程度、住在城市或城镇的人。纯农村、低教育、老年人、不上网的人，几乎不在这个池子里面。China Post 呢，报告承认这个结构，他们在6大区域年龄、性别上做了配额匹配，但关于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的精准分布呢，他的报告比较不细，所以呢，我们先看他公布的人口统计细分一下，报告只切两个部分，来，这2个部分是什么？40岁以下跟40岁以上。2026年呢，对岸的中位年龄是40.6岁，所以基本上这是把人口切成大致相等的2半。哎，花妹爸爸，环球网是什么单位？它是一个激进的军方报，然后你会去那个网络上填网络问卷的，那就是激进中的激进啊。中共军委都不相信环球日报讲的东西的，你觉得他做的民调怎么样？先别提，来，我们继续讲我们这份报告。它的性别呢，报告分成男女，而且还有性别差异数据。教育程度呢，则是分成高中级以上和高中以下。收入水准呢，分了很多个层级中最低到最高。地理区域呢，分成6大区：华北、华东、西南、东北、中南、西北。至于职业，因为本来的调查报告没有列，但是芝加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里面呢，有技术工人、初级技术人员、中级技术人员、高级技术人员、销售人员、服务业人员、文书支援人员、专业人士。他还问了户口类型：城市户口、农村户口。讲到这边，
如果有学统计学专业的人，大家已经想到了，配额抽样的问题不在于代表性不够，而是在于你无法精准计算抽样误差。严格来说，配额抽样不代表正负几个百分点这种推论，它不支持，只有随机抽样才支持。所以 China Pulse 的报告里面没有报告 margins of error， 没有报告抽样误差，而 NOC 的报告有正负 4.12 个百分点。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在读 China Pulse 的数据的时候，不该把它当成精确到百分点的测量，你要把它当成方向性、趋势性的信号。所以 86% 的人支持文化交流，要拿来干你妈什么东西呀？妈拿抽血比民调是有多智障？你不要再那么蠢了，好不好？人家是他妈，我跟你讲，你跑去医院抽血，我要弄你，我一样给你抽出来一个妈得癌症马上就死掉的结果。你觉得民调可以不科学，抽血也可以不科学啊？要不要去读点书？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不懂的话，我还可以调换调查报告嘞，我的离心机还可以让你转不到指定的速度嘞。来，这是一个趋势，也就他说 86%， 可能真实数字是80%，可能是 90%， 但压倒性多数是正确的。那所谓的支持比率跌下来，也许可能真实跌幅是8个百分点，可能是18个百分点，但显著下跌的趋势判断是稳健的。你不需要知道精准的数字啦，民调哪有跟你讲我说 8% 就是 8%， 不对，有正负多少的误差。而这一份调查告诉你的风向跟其他独立来源 NOC 电话调查、清华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是一致的。多个独立来源、不同方法、不同时间点得出相似的结论，这叫社会科学里面的三角验证 （triangulation）。这比任何单一调查的样本数更重要。来，我们先这样讲，在真正认真开始讲解这个数字之前呢，我要先喘口气。来，我们置顶现在变成置到最底下，有我们的斗内连结，然后有这个我们的进口水果，这个东西就是美国脐橙，然后还有丰裕蜂蜜。那丰裕蜂蜜有助于你度过感冒流行期，你不信你就重感冒。花妹爸爸，中共不信环球时报，信塔特中心。你他妈你底下养了一只狗，那只狗跟你说汪汪汪，主人快喂我，你相信这只狗还是相信外面的顾问？拜托，读点书好不好？然后还有纯味家的小菜，然后还有我们的信公猪肉，还有哈尔滨水饺，还有妈智障在那边讲什么干袁宏斌嘞，靠他爹赛干！各位，中华民主这种智障呢，就让大家明白了青鸟就是这么白痴，好不好？来，还有佳美能，我们还同时还有那个酷泰科的台湾代理，各位如果要买，赶快要买。今天应该是酷泰科这一波的行动电源最后一天，你今天不买不下定的话，我下礼拜就是另外一组。但是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要讲一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很有趣。老共那边的宣传媒体呢，显然有很大的进步。你知道雪山酱百鸭、樵夫跟狐狸呢？我这几天看到2个版本，他妈我快笑死！一个是中广核吧，还是中能核？他妈一个核能研究单位做了酱板鸭跟雪山狐狸，另外一个是解放军南部军区也做了一个酱板鸭跟狐狸，然后央视还转发，干，这真的超好笑的。各位，既然要笑一笑，我要顺便去洗个手、尿个尿，我就让各位看一下这个东西是。妈，真的好笑，我必须要讲，一定要好好跟各位分享，给大家看一下。那一年，李卫国休假归乡，路过雪山时，偶遇一名受伤女子。部队的教育告诉他，百姓有难，岂能不救？殊不知，这名女子的来历并不简单。大哥哥，救救我！我是来爬山的驴友，迷路了。给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这个冬天。
李大哥，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你是那只酱板鸭，还是说你是来报恩的？我就是那位女子，我是来报恩的，让我进屋坐坐嘛。李大哥，你救我的动作好利落，你是当兵的吧？我最崇拜兵哥哥了。你们平时训练累不累啊？我看他们说现在的武器都很厉害，你们是不是换新装备了？这丫头怎么对这些事这么感兴趣？普通旅游不应该先问风景吗？同志们，那些伪装成完美恋人的网友，很可能就是冲着你们的秘密来的。敢问姑娘，你可曾在雪山被我救过？是啊，我就是那只，不对，我就是那个被救的女孩啊。那我留下的酱板鸭，你吃了吗？吃了。吃了我的酱板鸭，却来打听我的家底，我看你不是来报恩的，是来找事的。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不装了，只要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钱不是问题，否则怎样？我们刚教过，网络与现实的完美恋人很可能是窃密黑手，你这演技还得练练。姑娘，带上你的酱板鸭，跟我们走一趟吧。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12339，官兵休假，警惕在心。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冻坏的。据说这是中广核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燃料组件，有了它，你就不会冻着了。敢问公子是不是在去年冬天救过一只狐狸？你是那只狐狸？我是中广核研究院的工程师，您使用的核燃料组件是个仿制模型啊？假的！首先，真正的核燃料组件本身并不会自行发热，需要在反应堆堆芯内由中子源引发链式裂变反应，原子核质量亏损转化为热能。一回路高压水流经组件带出热量，在蒸汽发生器内加热二回路水，使其沸腾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所以您看，核燃料不是随便放在地上就能发热的，它需要一整套精密的系统来下雨。各位观众，你们学会了吗？那一年，李卫国休假归乡，路过雪山时，偶遇一名受伤女子。部队的教育告诉，对，是不是很好笑？妈的，12339，连我都背起来了。干妈，南部战区拿这个东西闲暇来给我做一个反渗透的广告，然后反渗透也就算了，妈的干中广核还给我做一个，各位。你搞错了，你捡到这个核燃料棒，它本身是不会发热的。操妈！我觉得这应该要放给那个李敏教授还有叶中光教授看呐、真是的，我到底为什么妈那个电话是12339，真搞不清楚真是，他还趁机教我燃料棒本身不会发热，我真的觉得我这样讲，到底是什么东西？妈的，花妹爸爸，你不要再蠢了好不好？你觉得人民日报跟环球日报是同样等级的东西吗？去，那个胡锡进妈下台之后都被封号了，你还在那边捅环球日报，你乖好不好？赶快去看一看酱板鸭啊！不要这个又被这个南部军区的宣传，你要学会不要随便捡酱板鸭的东西。No， 华妹爸爸不是哦，是因为你蠢，不是以我嘴为定哦。是他妈全宇宙都知道，环球日报就是中央底下的一个管道。来说，只有你会相信环球日报所有东西为准。那么胡锡进呢？胡锡进是不是也很开心？以前那个战狼叫什么？妈，后来被调去守边疆。以前当发言人，当到最后被丢到那个边疆去了。我不小心忘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你不要乖，花妹爸爸，来，你乖啊！你如果觉得我是傻逼的话，那你大概是傻逼脚下的一滩屎。简单好不好？你要了解人民日报副刊，看你不要明着骂人，这个私底下讲笑话啊！赵立坚呐，对啦，赵立坚呐，看赵立坚当时多么嗨啊！所有人都说妈战狼，干结果被调去守边疆了。你说这是真的还是一个状况？不是耿爽啊，不是耿爽，好不好？你不要讲人民日报
说了就说了，你看花妹爸爸就崩溃了，来你慢慢崩溃，我不在乎，我打不痛啊，你怎么样？说我是更生人，我没听啊，好不好？我没听啊，你继续骂，你多留言啊，乖啊，媒体性质都不了解，看你我在媒体工作，比你们全家加起来时间还要多啦，蠢逼！哎呦，好，没问题，讲完了。来，这个我们把所有已经公布的数据放在一条线上，我让你看到趋势的全貌，这很重要，因为单看一个数字你看不到动态，你要把数字排成序列，才能看到风向。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列出3个数据来源的关键指标。2023年5月呢，有55%的人支持全面战争来统一台湾。这是起点。2023年的学术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国人支持全面战争。但是要注意，这份调查的措辞是不一样的，方法跟 China Post 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拿来做参考，不是做100%的比较。来，2025年呢，4月到6月，这是美国的国安威胁吗？这个数据没有直接报告，没有公开，但是与美国，这是对中方的一般民众说，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冲突被列为最高威胁，57%的人认为重大威胁，91%的人认为台湾同胞是朋友，44%的人认为台湾现任政府是朋友。干这个我真的真心觉得很奇妙。97%的人认为中国处在世界强势地位，95%的人认为5年之后中国会更强，61%的人认为应对美国采取软硬兼施的平衡路线。那中国军事是不是强于美国？31%的人觉得更强，39%人觉得相当，29%人觉得较弱。2025年的7到8月是 China Post 的先导波，所以这个部分呢，台湾好感度是57%，美国是国安威胁的支持度是61%。那到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呢，这是正式波，台湾的好感度呢是62分，反而上涨5分。美国是国安威胁上涨了12个百分点到73%，任何情况下不应武统，38%同意，45%不同意，也下降了13个百分点。美国的好感度呢下降3分，来到了34分。台湾是国安威胁的首要来源，83%，但是这个是在认为美国是威胁的受访者当中占了83%。那支持文化交流的这个支持者呢是86%，经济合作的支持度81%，鼓励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学习工作68%，台独情境下支持外岛有限作战81%，台独情境下支持经济制裁62%，台独情境下支持全面攻台32%，动武只会让台湾问题更糟，50%同意，24%不同意。台湾重要的原因，80%人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100年耻辱一定要解决。台湾重要的原因也有另外71%人认为是文化遗产，也有67%的人认为是美国围堵。台湾重要的原因呢，有45%的人认为是半导体。所以来，我们把这个图看完了，我拉出3条最关键的趋势线。干，我不可以再一直跟网友吵架，那鸡巴，不然我今天没办法下班呐。来，趋势1，好感度逆势上扬。台湾好感度从57升到62，在所有邻国里面稳居第一，而且还是在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上升的。这中间唯一一个有出来乱的是王世坚，但是跟他没有关系呀。这代表中方政府的敌意宣传在民间的穿透力有限，老百姓跟政府的态度是脱钩的，或者这么说，台湾政府的敌意宣传在中方民间的穿透力有限，所以你台湾政府想要搞这一套，对岸民众不吃这一套。趋势2，威胁的感知急剧升高。美国是国安威胁从61%跳到73%，6月涨了12个百分点，台湾被视为最大的威胁源，因为是冲突的来源。这代表2025年下半年的贸易战、军售、军演的一系列事件呢，成功将
美国、台湾等于威胁这3个概念在中国民众心里焊死了。所以啊，我说嘛，就是花妹爸爸人就蠢在这里。这个民调怎么调查得到军队啊？你他妈根本是白痴，好不好？我都讲了，你他妈还不读书，还不认真。商业调查怎么会调查到军队？刚刚不是妈央视新闻才讲的，没有在听，对不对？不可以随便乱接民调啊，不可以表达你的意志啊。所以这里面根本没有解放军的意志，军人是没有意志决定怎么做，是党指挥枪，懂不懂啊？认真读书好不好？来，趋势3更重要，绝对和平底线崩塌，有限武力空间膨胀，任何情况下不动武，从51%跌到38%，但全面武统也从55%跌到32%，中间地带呢，有限作战81%，经济制裁62%，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我觉得各位要稍稍讨论一下，就是会有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状况让整个趋势变得这个样子？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事出异常必有妖。刚刚有网友说，中人民日报社同时出人民日报跟这个环球日报，我说你不读书对不对？日本有一家公司叫 DMM 集团，它的根源叫做 Hokudo Corporation。那更重要的是呢 ，DMM 集团有出 A 片，也有出游戏呀。这个1999年 DMM 集团成立了 Digital Media Mart， 一开始是卖 AV 的，结果后来有什么舰队收藏啊、刀剑乱舞都出帮忙。DMM 集团还有金融、太阳能、线上英语学校而且更奇怪的是，SOD 其实也不只出 AV 呀，它还有 PC 游戏，还有成人情趣用品，还有润滑剂。所以呢，我要这样讲，你也不要跟我讲什么人民日报出版社底下有这么多单位，就是分别立场不同，好不好？来，我继续往下看。所以有限作战现在已经成为对岸民意的主流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趋势呢，跟你应该看到的趋势是，对岸的民众呢，正在从和平 VS 战争的二元性框架分开来了，移动到阶段性施压灰色框架。他们不想打全面战争，太贵了，但他们越来越能接受先拿金门、先封锁、先制裁这种分段施压的方案。所以如果你现在对台湾很不满，或是对于对岸非常喜欢，我强烈建议你搬到金门去，因为到时候出什么事，马上你们就统一了。而且要特别注意年龄差异特别注意年龄差异。40岁以下的受访者更倾向预期美中达成平衡协议，更不倾向支持报复行动，也就是年轻一代相对比较理性，比较愿意等，因为他们要为了生活而担忧啊。那你这边妈翻墙出来屁民，他们什么都不担心啊。但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好不好？不是这样子的。干你娘花妹爸爸，他妈我还活在信息茧房嘞，有种你打个法轮功跟64啊，在那边笑信息茧房，操你妈！我看的资料比你全家加起来都要多啊！妈的，连解放军不要说解放军，人民日报的内参我以前都看过。乖啊，小朋友不要自己不行，还觉得人家活在信息茧房。你知道信息茧房的英文叫 echo chamber。以小弟看的资料的数量，我如果在信息茧房，你全家大概在信息地狱。读点书好不好？读点书。你看猫司机那个白痴刚被笑了 ，DM 也出 A 片，也出游戏你有玩剑娘？难道你是玩 A 片公司出的游戏吗？不懂就算了，没关系，我原谅你，因为你就是这么笨。
我不要教你，把你教会了，我不是吃亏了吗？来，40岁以上的受访者更倾向认为美国会对中国让步，更支持强硬报复，因为他们经历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国加入世贸，经济高速成长，他们有一种中国崛起不可逆，干。花妹爸爸，环球日报立场偏强硬，不代表他的性质，不代表官方，是谁有脑雾还装他妈精英？你他妈脑雾啊！你他妈是屁民呐！你告诉我环球日报代表官方，去问问看呐、去问你认识的共产党高层，去问问美国智库，去问你身边有长脑的人，谁他妈白痴会认为环球日报代表官方？我放底下的狗出来咬人，不代表我全家都是狗。有够蠢，有够蠢，蠢到你们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好不好？来，所以呢，性别差异是什么？男性比女性更支持报复，男性更预期平衡解决。教育差异很特别哦，高中以上教育程度更支持报复行动。最低收入的群体54%支持纯和平路线，最高收入的群体大概有41%而已，这非常反直觉。穷人比有钱人更爱和平，可能的解释是低收入者会更直接感受到战争的代价，他们孩子会上前线，高收入者把冲突视为一种可以管理的风险。这个人口统计数据呢，对台湾政策含义是什么？含义是民进党的全民皆敌的框架，假设所有中国人都是威胁，是战略上的懒惰。中国民意并不是这样，它不是铁板一块，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收入、不同。我在牢房，我当然他妈牛逼，干你娘！你去过秦城监狱吗？你去过提篮桥吗？你去过杭州监狱吗？这里面3、4、5、6个，我还去过2个嘞。认不认真？我可是认真做调查的啊！怎么样？你觉得我坐过牢，我就要比你笨吗？不好意思哦，有没有坐过牢，跟我是不是比你笨，这是2回事。如果你有读书，你就应该明白这中间的差异是没有办法，你生下来就是这么笨。如果你连环球日报跟人民日报都分不清楚的话，干人民日报会哭欸，妈新华社会哭欸，因为它底下有这种愚蠢出来丢人的网民，既然说他们跟环球日报一个等级来，所以台湾这边呢，如果要对中政策要聪明要稳定的话，应该是对鹰派嚇阻，对中间派稳定，对鸽派拉拢。但你现在的策略是把所有人一起推向鹰派，这不是嚇阻，这是集体自杀。那再来，我们要直接讲，中方对于台湾人的好感是大概所有周边国家最高的，62分。俄罗斯56分，新加坡50分，泰国38分，韩国35分，越南30分，菲律宾27分，印度25分，柬埔寨22分。台湾是所有邻国里面好感度最高的，而且这个分数在半年前是57分，现在升到62分，上升了5分，上升了5分。那所以呢，第二个，另外一份芝加哥委员会在2025年春天做了电话调查。9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台湾同胞是中国的朋友啊，91%，这是所有国家跟地区里面毫无悬念的第一名啊。第三个，44%，同一份调查里面，你认为台湾现任政府是中国朋友的，台湾现任政府是中国朋友是44%。你看到这3个数字的组合吗？稍稍解释一下，好不好？来。第一个，中国人喜欢台湾人，因为他觉得是同胞；他们喜欢台湾这个地方，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同样的一块土地；喜欢台湾的文化，因为同文同种。但是对于台湾的政府，特别是民进党政府，观感非常非常差。如果各位要说，那是因为中国被洗脑，把台湾人跟台湾政府分开，这是统战手法。
我问你哦，如果一般台湾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度也做调查，你猜台湾人会怎么分？台湾人会不会把中国人民跟中国政府分开？你去看政大选研中心的数据，台湾人自己也把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分开，就这样子的。这不叫洗脑，这叫人之常情啊！这叫人之常情。而且再来看看他们为什么觉得台湾重要。这组数据才是真正精彩的。80%的人认为统一会解决一个长期历史遗留的问题，结束100年屈辱。71%的人认为两岸共享共同文化遗产。67%的人认为台湾是美国围堵中国地缘战略的一部分。45%的人认为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制造能力。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今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说过去2年他都在忙着跟他的西方朋友解释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在西方的讨论里面，台湾的价值战略价值第一名是台积电晶片半导体，但在中国民众的心里面，半导体是排最后的最后的。他们想要台湾不是因为台积电，是因为历史文化民族叙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台湾这些青鸟白痴这些政客说我们有台积电，所以你不敢打，去跟中国民众对话，根本打不到人家痛点。你他妈根本搞错，他们不是为了晶片来的，他们是为了完成一个未完成的历史叙事来的。这种天差地别的认知差距，是台湾安全战略里面一个巨大的盲区。他要的跟你以为他要的不一样。西方世界要你的台积电，你就以为对岸也要你的台积电，那只是附加价值而已。看到没有？一堆蠢货在那边我的 YouTube 频道洗什么？少时不读书，长大被猪大。他妈的，你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你说的诗一点也不押韵。第二个，如果你长大变猪大的话，你全家人都要开心，你家的祖坟都要冒青烟的。我他妈没听过有人不读书竟然可以变得比他全家人加起来还要聪明啊！乖，你觉得我会生气？其实不会哦，小弟我呢牢都做过啦。你觉得我听你们这些屁民在那边留言，我会觉得受到羞辱吗？有没有穿过囚服啊？有没有踩过缝纫机啊？你如果都没有，你跟我谈什么东西？你在这边讲的东西啊，我最多只是笑你而已。所以如果台湾的战略专家以为这才是战略化，那就完蛋，你错了，你错很多。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最敏感的部分，对岸的民众到底支不支持武统？这个答案不简单，因为中方的民意对武力的态度不是一个单一光谱，是一个3层结构。第一层原则层，原则层是什么？台湾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不该使用武力，那这个数字改变了。第二个后果评估层，问使用武力只会让台湾问题更糟，50%同意，24%不同意，也就是即使反武统的原则守不住了，还有一半的人认为动武在实际效果上是负面的。第三个情境触发层，如果台湾宣布法理独立，你支持什么反应？81%的人呢支持有限动武哦，叫对外岛、金门、马祖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62%的人支持经济制裁，32%的人支持对台湾本岛全面军事攻击。这还是比想象中要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军事战略根本规划错了，全面武统只有32%啊，外岛有限作战有81%，这中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所以从2023年的55%到2025、26年的32%，全面战争的支持率在2年多内几乎腰斩。一定会有人说，那不是很好吗？中方越来越不想打了。你等等，我们说过了，读书要认真，不要只会在这边洗版，好不好？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只看全面战争这一项，你要看另外一个数字。任何情况下不动武，从51%跌到38%，6个月就跌了13%，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中间地带在缩小。以前的结构是大量的人反对动武，少量的人支持全面战争。现在的结构变成反对动武的人越来越少，但不是直接跳到支持全面入侵，他们是移动到有限使用武力的灰色地带。外岛有限作战呢有81%，经济制裁有62%，这两个数字代表的是中方的民意主流，不是和平跟战争二元对立，而是通过以战逼统阶段性的施压方案。这个阶梯的起点呢就是金门跟马祖，所以如果你住在金门呢，请你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有可能换棋子，那就不要担心，我相信金门人现在早就做好准备，轮不到我来讲，好不好？那再来，我们先讲一讲啊，刚忘了念抖内了。好，来 Sylvia 呛说来哦，支持猪大，大家帮忙按赞哦。山仔医生说抖一个粗大开场就开喷，出公务谢你的抖内，华0514谢你的抖内。Mr. 阿卡塞说抖一个 The live stream started with insults。小弟酒杯空了，现在倒满，坐等九哥道具中。By the way， 关键字也太机车，你就是中啊。朱家一说抖内来听讲，蔡兆和加一乙，谢谢你的抖内，希望你今天睡得够。Ots9999说这个有兴趣补加一。千远伊塔说哈哈哈，这什么剧情啊，好好笑，我觉得他做不错结果台湾都在做吗？天色渐渐光。先力炮说月底小抖支持一下。Nikin 欢迎加入小宅。子祥说大陆的人民把台湾人当同胞，只有特定的台湾人把大陆人当敌人。那这个欧拉许说高收入他们出钱给诱因，使低收入者以半入坟头，赌命一把换出人头地。如果诱因不足，从阶级固化下转阶级斗争。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一个特别麻烦的数字拿出来单独讲。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武的绝对反对武统派，6个月内从51%跌到了38%。你看，所有不相信科学、觉得他妈全面战争的人，在我做了这么多铺陈之后，你还这样讲，表示你就是屁民，表示你就不了解党的战略克制是什么意思。你在那边喊打喊杀，来呀，过来这边打我这边的脸，好吗？来，好不好？你在那边喊打喊杀，全面作战，然后说妈冲啊，我们杀光光，留岛不留人，连我的脸都打不了，你他妈到底是不是屁民？你就是屁民，不好，不要再幻想自己是军委主席的，不要再幻想自己可以决定政策了。你党的高层战略定力很够，是你们这些翻墙的屁民以为自己代表一切，实际上你们收入既不高，你们地位也不高，你们不会影响政策的。Mr. 阿卡塞斯说，所以政府都做好放弃外岛固守本岛的心理准备了，可惜这些青鸟们是看不懂。来，我们这样说，在民调里面单一议题暴跌13%是什么概念？这等于是一整个社会群体改变立场，不是个别人士的想法变了，是某种结构性的推力在起作用。推力是什么？来，我把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初这段时间的事件列出来，你自己看。2025年5月，赖清德政府拒绝国际上被广泛使用的一个中国框架的各种表述。2025年中，美国对台军售持续，111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在立法院激辩，然后美国的军工什么小的说，这个邀约函截止日就快要到了。2025年底呢，中方连续2次围台军演，正义使命2025模拟封锁，规模创新高。2025年12月底，人民解放军突入台湾临街区，进入金门水域次数暴增，全年46次。2026年呢，台湾国防部长公开讨论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措辞强硬化。同时在国际上是什么？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了史诗之怒行动，川普在东亚问题上的注意力被中东吸走，而北京正在加速利用这个真空。但这里是关键接下来是关键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不是纯粹是外部世界在推动。如果你仔细看 China Post 的数据
中国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上升的57升到62，他们不是因为更恨台湾而变得更鹰派，他们是因为耐心被消耗而变得更鹰派。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讲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中国民众的主流心态是现状基本上可以接受，时间站在中国这边，经济成长比战争重要，但如果外部刺激持续堆叠，台湾政府的挑衅言论持续增加，美国军售加码，军演常态化，即使好感度不变，耐心会被磨光，而耐心磨光就没有谁。有人要买充电器，你买充电器干嘛？你要买线，你不会去外面买啊？我有卖电池啊，但我要到明天才会开放。到底为什么有人要买充电器？我们这边有行动电源啊，你他妈接了你的电脑不就可以了？你买一个充电器干嘛？到底为什么要买充电器？来，到底为什么要买充电器？你看这个，我们直接讲为什么我们说花妹爸爸就是底层屁民，是刚已经把他骂到妈全家都已经被从坟头刨出来了，他还一直坚持留在这边，你的争口气给谁看啊？就表示你很闲没事干啊！你如果能去赚更多钱，你他妈不去滚去赚钱，滚去送外卖啊，滚去妈赚别的钱啊！结果你还留在这边一直洗。好，我知道你乖，你帮我挤呀，好不好？来，我跟你讲，当对岸的民众耐心被磨穿了，他们不会直接跳到全面入侵，那太贵了。他们会先支持有限行动，占外岛、经济封锁、灰色地带，这才是81%支持外岛作战的含义。所以你们想一想，如果你是你拜托行动电源，我不是就已经写了加美能吗？在这里好不好？赶快点进去。今天是第一波的最后一天啊，明后天我会上新的版本，搞不好还连电池加架构都会有。华妹爸爸说你还能喷到我破产不行，我是不行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你如果不要脸，你就继续在那边舔你爸鸡巴，来，我给你舔，我在乎吗？你连我脸都打不到了，你就在那边继续留啊，随便你，好不好？来，所以你想想看，你是北京的决策者，你看到这份民调，你会怎么解答？你会解读成我的人民不支持冒险一战，但是他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一场低成本、有限度的施压行动。对台湾来讲，最危险的剧本从来不是全面入侵啊，只有一些白痴在那讲全面武统，都不用全面登陆了，妈台湾就完蛋了，好不好？最危险的剧本是金门被拿走，全世界连个联合国决议都出不来，这个才是真相。来，我们接下来要讲哦。虽然小粉红在那边洗个半天，但我们还是要讲，台湾执政党的敌意治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不想面对我们自己的执政党民进党，他的政策分析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策略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不叫养青鸟，不是，我讲的直接点，全台湾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认真、这么学术化、这么冷静的讲，他要让敌意成为台湾国家认同的粘合剂。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什么东西让台湾可以团结在一起，他只好说：你讨厌对岸，对岸讨厌我，所以你要支持我，让对岸更讨厌。2025年，教育部长郑英耀被中国列入顽固台独分子名单，原因是推动台湾独立意识进教育体系。国台办的用语叫做在教育体系推动独立意识形态。同年呢，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被列入同一个名单，原因是阻碍两岸交流。你可以说对岸的顽固台独分子名单是荒谬，是恐吓，是你不接受了，我不反对。但你同时也要问，你同时也要想，这些行政措施限制两岸交流，在课纲中强化台湾主体性，削弱两岸民间接触，在战略效果上到底达成了什么？
China Post 的数据很简单，它让你看到了一般民众最不想要看到的效果正在发生。什么效果？什么效果？什么效果？就是以前对岸的民众还蛮喜欢台湾的，现在呢，就渐渐的消失了。渐渐的消失之后呢，怎么办？就没有了。来，刚刚子祥说什么？朱大金厦大桥会不会有台海冲突？干，这桥没盖完呐、你抖内可不可以先去查一下，好不好？没盖完，你在上面起什么冲突？跳格子、跳书吗？拜托，好不好？来 ，Mr. 阿卡塞斯说，请支持9个使用双重钛保温杯担任阿鲁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坏掉龙九说，请支持双重钛保温杯担任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所以我们这边抖内的目标呢很简单。我们如果这个目标通过了，我们会来算一算台湾在作战的时候有多少电力可以来支援雷达跟飞弹，各平台抖内都算，好不好？来，更重要的是，台湾现在最害怕面对，你我一般民众最害怕面对的是什么？中国民众对台湾人的好感度没降。我在抖音上常常看到有很多人想要交台湾朋友啊，想要去台湾玩的。所以，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教育对中国民众感受没有影响。能改课纲呢，改的是台湾人的脑，不是中国人的脑。第二个，中国民众是认为美国是通过台湾问题来恶心中国，这个比例达到83%。你的每一次对美军购，每一次军事合作，每一次政治姿态，都在强化对岸台湾是美国棋子的叙事。第三个，不动我的底线骤降，因为台湾政府的挑衅性防御策略正在把中国民意中那群原本倾向和平的人往鹰派推。而且你注意看一个数据啊，教育水平越高的中国受访者越不支持纯和平路线，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的知识精英，那些最有可能影响政策的人，正在加速鹰派化。绿营的支持者会说：“哎呀，你的目的是嚇阻啊！”但嚇阻的前提是你的行为要让对方相信打的代价太大，而不是有一个中将在立法院哭出来。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吗？你这中将都在立法院哭，我他妈真的吓歪了呢！台湾的中将竟然觉得在台湾立法院哭有助于激发民心士气跟买到 HIMARS 飞弹吗？海马式发射车只有80几辆，他妈他射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可能就没有了嘞。然后你为了这个哭，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哭嘞？这我真心想不通啦，这我真心想不通。那来，你的行为要让对方能够相信打的代价太大，而不是让对方相信你永远不会跟我和解，那我干脆准备打。既然你永远不跟我好了，我干嘛要跟你好？这个才是现在民进党政府已经达成成功的目标，这两者之间有一条非常细的线啊。民进党不是在那一条线上走，他们是在往激怒那一边冲。我换一个比喻啊，你住在一栋公寓，隔壁坐了一个脾气不好邻居，你知道他很有可能会有一天会来砸你的门，你的选项是什么 ？A. 装一个超级好的防盗门，加监视器，跟管委会搞好关系，同时不要每天站在他家门口骂他。B. 装一个还行的防盗门，把监视器的钱花在买扩音器上面，每天对着他家门口喊你是坏人。民进党选了 B， 所以各位，你们觉得选 B 的人是想要保护住户，还是想要选管委会主委呢？来。我们把节奏调回来，前面讲的都是鹰派化的趋势，但只是故事的一面。我今天要赶快下班了，妈，我等一下还要去吃个我不要吃宵夜，我等一下还要去喘口气喝个水，所以我要赶快讲。
故事的另外一面是中方民意的真正主流，压倒性的主流是和平手段。86%的人支持强化两岸文化交流，81%的人支持深化经济互动，68%的人支持鼓励台湾企业家跟学生到大陆生活跟工作。你把这3个数字跟32%的全面武统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北京的和统叙事在民间是有真实基础的。这不是官方的 propaganda， 不是官方的单纯宣传，这是民意的结构就是如此。而且芝加哥委员会他调查更有意思，他们在2025年的春天问中方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排第一的答案不是科技霸主，不是军事强国，是军事和平与安全。所以你说这是被洗脑吗？我觉得不是啊。就算被洗脑，这代表中方民众被洗的方向是和平，不是战争啊。对台湾来讲，这才是宝贵的战略空间啊。而且97%的中方受访者认为中方呢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95%的人认为5年之后会变更强。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对这个数字有一个很精准的诠释。如果中方的人民真心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边，那他们就没有理由冒险一战嘛，因为等就好了啊。你想想看，习近平自己讲过什么？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你的领导者都已经告诉你等就能赢了，你干嘛现在去？其实不要讲，你看花妹爸爸这么蠢，他说谈这些有个毛用，有赖清德在，你搞错了。你应该要讲有你这些屁民喊打喊杀，我谈这些当然没用，但幸好我不是针对你，因为你无脑已经没救了。我他妈是告诉其他人，你如果这么无脑呢，大罗神仙来也没有救。你胆敢公开反抗习近平的立场，表示你根本没有足够的地位，不然你早就被抓走了。而你既然这个屁民，要乖乖服从你屁民的高度。结果你不服从，表示你也蠢。所以啦，中方民意的主流架构是这样子的：主流50%到60%是等交流融合，时间会解决一切。中间派呢，25%到30%可以等，但如果对方太过分，支持有限施压，鹰派呢20%到30%就不想等了。但也没有全面开战，极端的鹰派是少于10%，说现在就打，现在就打。Jeff 曾说你分析这些没用，民居正教授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就在5年内灭亡，他说这已经10几年了，好不好？他妈的，从我小就开始讲共产党终将灭亡，终将灭亡，终将嘞。台湾的真正利益啊，尽可能把中方的民意留在主流跟中间派。要怎么做到？不是更多军购，不是更多挑衅，不是更多去中国化，是维持交流，保持互动，让中方民众继续觉得台湾人是朋友，统一可以慢慢来。每一次民进党切断交流，都是在把主流推向中间派。你每一次制造对立，都是把中间派推向鹰派。这不是投降主义，这是喜欢战争的战略。一定有人会问啊，所以我们台湾不要防御吗？不是，防御跟挑衅是2回事，好不好？你可以同时做到军事上准备好，外交上不激怒，民间上保持温度。问题是，民进党把这3件事绑在一起的。他们告诉你要防御就必须对立，要对立就必须仇恨。不，我今天特别讲，虽然我们跟小粉红骂成一团，但是你不必。这是民进党的政策，他把所有人都拖向仇中的立场，但是你不必。这也是民进党的陷阱，他让对岸的网友
就以为台湾人都仇中。刚一开始不就有一个白痴讲说，台湾人大多数都支持独立？干你啊！我台湾人，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问题是他们就被民进党跟这些青鸟，这些靠着洗碗赚钱的青鸟洗到以为这样子。那我们可以不必的。我直接快讲，因为快要收工了。中方的民众其实已经准备好跟美国持久战了，特别是贸易战这边。是小兵啊，你看又出现一个很蠢的，叫不支持统一就是台独，没毛病吧？不喜欢男的就喜欢女的，你不能都不喜欢吗？你不能过无性生活，没有社会经验，对不对？屁孩！所以中方的人民其实一点也不怕跟民众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中方的民众愿意承受经济痛苦去打贸易战。2025年还学到了什么有用？稀土管制，美国就痛了。57%的人认为最终会达成双方平衡的协议，29%的人认为美国会做出重大让步，5%的人会认为中国会做出重大让步。也就是说啊，有84%的人认为美国要么退让，要么跟中国平起平坐。Nick Zeller 在纽约 Asia Society， 我以前好像是他的那个什么 My Asia Follow， 好不管啦，他说了一句很到位的话：中方民众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 G2 的世界，也就是全世界没有 G7， 它就是中美两个国家，而他们期望美国在那里与他们相遇，也就是中方的民众已经架构了中美 G2 只有2个政府，而中国崛起不可逆的心理框架。台湾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迟早会回来的失散家人，所以他们就觉得等你经济扛不住你就知道，所以他们只要等就好，Rick Lin 说朱大的分析有理有据，叙述风格也不呆板，真的很不错了，请大家要理性冷静，不爽不要来听啊。来，波双北京说，其实我不理解是民进党的这个立场怎么会在台湾旁边有个国家，财力也好，战力也好，都是你的好几十倍，而且这个国家对台湾有企图，民进党是怎么相信，怎么就不怕呢？你错了，民进党在做的选择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哎，我们还剩2个那个目标就成立了，请各位多多支持，剩2个而已，20个目标，因为18个就成立。不是说北京，我可以回答你，民进党不是不怕，他很怕，但是他需要选赢，所以他所做的选择呢，在都对台湾构成了伤害，在都对台湾构成了没有办法弥补的破洞，但是他选举会赢，而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都不争气，那所以才是这个样子，好吗 ？Bruce Wang 说：“我来补。”哦，还剩1个，好了，你就把它补齐吧，就不用抖太多。所以民进党不是不怕，民进党是觉得骗过一时是一时。你是不是常常不懂？班上有一些同学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不交作业会被抓，但他就是不交作业？原因是这样。好了，谢谢不是双倍镜，达成目标了。明天就来算电力。他不是不怕，他懂，但是他一直作弊，一直乱。他选赢了，他哪管妈明年后年下半年啊？他哪管10年之后啊？所以啦，来，我们就要到最后一个段落。我今天讲了很多数据，但数据不会自己告诉你该怎么办，所以我要用自己的判断做结论。台湾真正的安全利益不在于让中国人恨我们，而在于让中国人没有理由支持动武。China Post 告诉你，
中国民意里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结构性的和平红利，不是说让台湾人占便宜赚钱，而是大家都要和平，没有人不要和平的。那你不利用这个，你他妈有病是吧？86%人支持文化交流，民进党政府断了交流；81%的人支持经贸合作，民进党政府各种刁难，但他不敢断这个地方的经贸交流，因为台湾会穷死。91%的人视台湾为朋友，但是你看我们这边有一堆网友看了一堆青鸟，就觉得哦，全部台湾人都是这样子。但你看了四川人爱吃麻辣锅，你觉得东北人也爱吃吗？不是吧？我刚刚讲这些数字啊，都是台湾真正的战略资产，不是中国的统战工具，是台湾的安全缓冲。你每次迫害两岸交流，你正在消耗这笔资产；你每次用行政手段加强敌意，你就在缩小那个不动武的比例。6个月就跌了13个百分点，照这个速度下去，你猜2027年会剩多少？而2027年呢？正好是五角大厦认定解放军要完成对台作战能力建设的 deadline， 时间不站在台湾这边，你以为你在凝聚共识、加强认同，说让台湾团结在一起，但是从对岸的民调看过来，你其实是在帮北京的鹰派加油。真正的战略思维啊，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是敌人。真正的战略思维是在军事上让对方打不起，在外交上让对方找不到借口，在民间上让对方的人民不支持。你想办法做到这3个就有安全。但是你第一个在军事上对方没有打不起，你的武器美国都不来，根本你操作也不练习，他给你都是2级的次货。在外交上让对方找不到借口，你在外交上犯了多少蠢，去倒贴什么又是白瞎，又送你的那个台积电给其他的各个国家，中方是没有借口啊，因为你在掏空自己国家，他哪管你啊？他要的又不是台积电，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然后你要想办法让民间上让对方的人民不支持，就你搞什么东西，去各种各样的戳路配。各种各样的弄那些对台湾还有友善的那些对岸的网友，你他妈到底有什么病？你为什么要抱着炸弹往肚子里塞嘞？布鲁金斯学院的结论，我觉得讲得最好。中国民众关切于美国的冲突，但是温暖地看待台湾人民，对台湾的政府抱持适度的看法，并且对自身经济前景抱有高度期望。这些趋势应该要激励北京避免冲突，因为他就觉得时间在他们那边嘛，那干嘛急嘞？你知道这段话反过来读是什么意思？反过来读就是台湾现在的执政党如果把这些趋势全部都反过来干，让中国人不再关切冲突的代价，不再温暖看待台湾人，彻底敌视台湾政府，对经济前景悲观，那北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打了。民进党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在推翻哪几项？你自己数吧，我就不多说了。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用2506个中国人的真实回答来校正你对台海风险的判断，而不是用政治人物告诉你的恐惧？你仇恨任何人，要因为你自己真正讨厌他们，而不是你周边的人、政治人物告诉你该讨厌再去讨厌，不是要这样。那如果你的人生都被别人所操作，你的自由意志在哪里？我们直播的主体内容到这边，那这个我看看我有什么东西。好，让我拿出来这个要饭的碗，叫做支付宝，因为我的微信支付已经被锁卡了，而且支付宝呢，你抖进去的钱我也拿不到，因为我没有对岸的银行卡。但是姑且用这个来看看对岸的网友对我今天讲的东西到底什么评论啊？如果被我干得很凶的，不要抖，拜托你。那如果觉得讲还不错的话，可以抖内一下，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支持。
好不好？那今日呢，直播内容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干，我的 Facebook 是不是忘了按？靠背嘞！我的抖音是不是也忘了按啊？真的呢，妈的，一开始骂人我就忘了妈要做直播了，靠背。好，不管，但是总之还是再跟大家聊个10分钟。退休上海市民刘先生说：“我刚吃完饭，什么都没听到。支付宝的钱可以买回台湾的机票，也不要多想，我现在连去对岸的机票都没有。所以怎么样？各位觉得今天的内容，我已经做了很完整的资料，而且我认为台湾这边呢，真正的专家都没有看对岸要讨论统一，要讨论对台湾的友善程度，根本不是因为台积电。结果嘛，一堆狗屁青鸟傻不隆咚了，傻不隆咚了。结果嘛，觉得就是要青鸟，就是我们就是要台积电呐。干，那这搞什么呢？这是搞什么呢？这个郭熙信说抖了20人民币，我也收不到哦。这个没有 Master Low 说你讲太深入了，不适合平民听，不执政可惜了。不是啦，我跟你讲，我以前的真实工作是一个顾问，所以我的直播的内容其实都是顾问等级的专案报告。那我只是尽量把它弄得清楚一点，让它做的比较简单一点，让大家可以听一听、聊一聊，增长一些见识。那我能救几个是几个，不期待都有救。那但是靠北，支付宝到账10元。好，谢谢大家。妈，支付宝忽然之间叫起来，我来看看啊，大家也不用抖太多啊，妈抖太多我也收不到，到时候要锁卡。来，我看看有留言吗？什么什么掏网友，就老处食花生，这个干，这什么留言？这个密码实在太神秘了。什么什么西网友没有留言，什么什么荣网友，80%人支持口罩禁输大陆说，我坚决支持武统，但他统没有打出来。哎，我跟你讲，你他妈那个民调就是一个白痴吗？谁？他前提是，如果你没有口罩的话，你支不支持口罩外销？干这种东西很好操作的，好不好？然后什么什么兵说分析的很好，人民没有仇恨，不一定啊，我跟网友搞不好会打一架。群众没有选择民进党啦对岸的网友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很无奈啊。民进党只有30%到35%的支持度，是因为蓝营跟白营丢搞没有合，所以呢加起来是65对35，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反对民进党的，就不是这样。什么时候非说小抖怡情？好，现在一时间不能抖，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对岸网友很多人都搞错，你以为台湾人大部分支持民进党？不是啊，你光就那个票数也不是。但是你以为啊，但是民主选举就这样子啊，2个白痴加起来比不过一群疯子，那最后你就嗝屁啦，不然怎么办？所以我们也很无奈啊。那些30%、40%的人不是我们呐。所以刚刚有网友讲说，为什么把狗干了一顿？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支持独立这件事情，就没有啊，就没有，好不好？那这个要怎么说呢？我看看啊，看今天绿界有没有抖内。我这样讲啊，我的直播报告基本上是那种公司老板的那种 consultant 的
经营报告等级，免费基本上是听不到的。但是我这边呢，佛心来的，靠着大家的抖内在做一个很好笑的报告。所以如果太深了，请各位见谅。我报告通常都是很深。哦 ，T2 说补足达标，老朱今天中肯反映实况。而且怎么有一个叫做韩国金的人？没有，他在超商要拨3000块，但是失败了。好了，没有了，没有。这个 Sylvia 呛说：“谢谢朱大，总是把事实查得清清楚楚，支持科学终将胜利。还有真的骂得好，希望以后可以不要骂的。但怎么可能呢？啊！”不是啦，杨生，我们会觉得大部分人巨头，你们支持哪个党对我来讲无所谓啊。问题就不是，问题就不是。Caroline Netty 说：“我今天看小草直播，感觉他们组织的太仓促了，现场看起来很乱啊，是不是？你们每次上街都是这个样？哎，你不要看我，我今天没有上街哦，我现在在家里乖乖的吃我的晚饭跟午饭哦。”哎，我干嘛要巨头？妈，干我屁事！你要我上街打仗吗？我已经服过兵役哦，我每年都缴税，你把我缴税拿去买武器耶，靠背嘞！你怎么会觉得我今天要花很多心思跟你在那边巨头打一架？那就没有啊。所以请各位要理解一件事情。好，这个支付宝打不开，那可能又已经到了满的状况了。那你如果觉得支付宝打不开很挫折的话，我给你看一个更尴尬的事情，叫做微信会直接被退啊。哎，你不要讲，我昨天不是在讲那个足浴吗？妈干，人民日报也出来骂人了。人民日报说，怎么可以把我们战斗的军人弄成这个细皮嫩肉、磨皮的样子？好了，简单的就这样子讲，好不好？大家开开心心的做，然后自己过好生活就好了。那微信呢，我只是把那个码贴出来给你笑一笑，因为我的微信码呢，就是收不了钱，因为不知道怎么搞的，退，什么东西？亮还跑来安慰我，他说多做点两岸交流，和大陆多点关系，不要攻击大陆，大家都会保护你的。哦，好，所以那个微信不要再抖啦，因为都失败，然后已经达到限额了。我昨天捐了200块出去，但是还没有用，所以我赶快把它关掉。好啦，今日直播呢，到最后要好好的调查一下。如果你觉得今天直播的内容讲的不错，内容也好的话，请投1。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直播呢，内容好但讲不好，请投2。如果今天呢，你觉得直播的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话，请投3。好，景浩兄最后上来赠送了10个朱学仁万事通事务所的会籍。好 ，Raymond 谢说朱大弄个3天2夜，去一趟厦门，把微信、支付宝给弄好，绝对是笔好投资。哎，再说了，最近连机票都买不起，你不要讲那么多了，看大家投票怎么样啊？看到没有？微信就是一直被退，说满了，所以请大家不要讲。哎，顺带一提，我最近小红书的网友，那些跟我聊天的人，不约而同的问我说，可不可以跟他交换 Line？
是不是开始要收网了？是不是杀猪盘已经磨刀霍霍像猪养了呢？那些妹子们感觉很关心，早上传个讯说你好啊，中午传个讯说午安啊，晚上说你在干什么？但我就在等他们收网，感觉是不是已经在收网？什么啦？我找詹江村把支付宝转给他换台币，干！是女生，而且那个谁刘冠超就干我。刘冠超说：“妈，我平常传那么多东西给你，你根本不回应，为什么这些人传一句你就回一句呢？”我说：“我想要看一看嘛，到底小红书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很友善？”结果果然撑不到2个星期，就问我要不要交换 LINE 了。什么？谁要打12339啦？对啊，只有台湾用 LINE 啊，那你跟我换一个 LINE 干嘛？你跟我换一个 LINE， 你在对岸不好操作哎。我没有小头控制不了大头啦，没有了。我只是在看，我在看什么账号？小红书我就看大家在减肥啊，如何搞穿搭呀、啊。看小红书里面有很多吗厌食症的人在拍哎，说吗我只有50斤，我175公分，请问这样会不会算太瘦？靠背的。诈骗妹子要来干嘛？我不知道啊。什么 ？Rooming 让说他们要吃你了，小红书女生很爱吃外面的香蕉。我觉得他们是诈骗集团，我觉得是诈骗的汉子。真的没有关系，我再等一等。陈 Allen 说我的 B 站号100个关注，感觉都是来卖。我想要好好养着，有一天呢，反正我也不会沉船。有一天我想要拿来直播。做题目，但我不能先跟他讲点数卡超商都卖光了，这样讲的太不合理了。第一人说妈的大陆人跟我说有 LINE， 他说你们那边都是用 LINE 吧？是不是换个 LINE 比较方便呢？我想说干杀猪盘要开始收盘了不能这样子好不好？来最后讲一下啊，你如果最近有疑似感冒的可能的话，请你赶快下单，我们礼拜3之前。会把所有你们今天跟明天下单的货呢，全部包款，然后这个打包之后，我会把它寄出去，好不好？我要拖个几十公斤，请各位好好的这个下个单。感冒抑制真的有用，我这一波感冒，你看我之前有点鼻塞，有点流鼻水，现在基本上就好，就这样子。不是小心红姐啊！我跟你讲，难道我能够从这边飞到南京，只为了有一个妹子抠脚跟我谈得很开心吗？哪有，连钱都没有了，好不好？真是的，都关注些那个精神小妹，还有减肥什么之类的。海面哥是下礼拜天呐。对了，好，没错了。好了，各位，今日直播到这边，这个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就明天再跟各位见了，好不好？跟各位说拜拜喽，拜拜。然后最后看一下我做的很开心的广告，跟大家说拜拜了，拜拜。晨间苏醒，这厚实白蜜，初尝微苦，回甘却竟是这般温润。深夜微醺。这膏状白蜜遇上乳酪，哇，这大人味的层次是绝配回甘。换季的金钟罩，这金黄双重花香温柔守护我的状态。平凡晨间，因你这金黄费蜜而生动。2重花香在口中交织，清凉下午茶，拌入清甜果香的荔枝蜜，1秒消暑不腻口，天然轻盈。一时金黄荔枝蜜，沙拉佐香四溢，不甜腻。忙了一整天，用这浓稠白蜜
把忙碌都融化在茶香里。冬季温补，融入这膏状白蜜，银耳汤多了圆润的厚度，微苦回甘，深度滋养。浓厚细鲜奶茶，龙眼蜜，浓郁炭焙香，是无可取代的灵魂伴侣。周末早晨，这一抹琥珀蜂蜜诱惑，浓郁炭焙甜，太幸福了。记得下丹枫玉蜂蜜，守护你的健康。记得点赞关注哦。2,500 Chinese citizens were asked one simple question. Do you want war with Taiwan? 86% said no. They want cultural exchange, not missiles. People who say never use force just crashed 13 points in 6 months. Something is push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off a cliff. And it's not just Beijing. 81% of Chinese citizens support limited military action on offshore islands if Taiwan declares independence. But only 32% support a full-scale invasion. That gap is everything. 23, 55% backed all-out war. Now it's 32. Support for total war nearly cut in half. But the gray zone, limited strikes, economic blockade, 91% of Chinese people consider Taiwanese people their friends. The warmest rating of any neighbor. Yet only 44% feel the same about Taiwan's current government. Chinese citizens are ready to endure economic pain to fight back against American tariffs. They've learned from 2025, rare earth restrictions are their weapon of choice, and they're not afraid. The real question isn't whether China wants war. The data says most of them don't. The real question is, who keeps shrinking the space for peace, and why? 2,500 voices from across China just told you the truth. Are you willing to listen? Tune in to tonight's live stream to find out. 美国脐橙的果皮特别好剥，这样挤出来的汁才够新鲜。美国脐橙，美味又营养。晨间苏醒，这厚实白蜜，初尝微苦，回甘却竟是这般温润。深夜微醺，这膏状白蜜遇上乳酪，哇，这大人味的层次是绝配回甘。换季的金钟罩，这金黄双重花香温柔守护我的状态。平凡晨间，因你这金黄费蜜而生动，两重花香在口中交织。